男人只是抬头看了下大海就被吓住，因为此时一个女人毫不犹豫跳进了海里，他的眉头瞬间拧成了川字。就那么一瞬间，心痛突然袭满全身，因为他曾深爱的女友就是在海里丧生，所以他丢下小迷妹，拼了命地跑向海边。程潇，可海里的程潇玩得正欢，压根听不见。程潇，回来！谁知程潇一个猛子就不见了踪影。顾南亭着急忙慌脱了鞋就冲了过去。玩得正嗨的程潇倒不懂他又是唱的哪一出，岸上的同事也是一脸懵，可顾南亭就跟着了魔一样，使出吃奶的劲儿，硬是将程潇拽回了岸边。有病吧你！谁让你游泳啊？我早就不能游泳了。海很危险，你不知道吗？万一出错什么了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程潇说他从小就在海边长大，干嘛大惊小怪？不可以在海里游泳，不可以骑海上摩托，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。凭什么管我？我是你教员。你只是我的教员，不代表你可以约束我的一切。程潇的霸气回怼让场面一度陷入尴尬。顾南亭只能说他是为了安全考虑，如果受伤了还怎么开飞机？在你眼里，我跟一个发动机、一只鸡有什么区别？你不就是怕我坏了没法运作，给你带来麻烦吗？你是我的学员，我对你负有责任。我不用你对我负责，求你以后离我远点。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的顾南亭不但没有生气，还好心提醒程潇把耳朵冲洗干净，免得患上中耳炎。随后浑身湿透的他来到花洒下冲了个澡。他知道今天失态了，可他做这一切却是为了救赎自己。曾经他有个深爱着的女友，每次飞行的时候他总会守候在海边，可女友却在他的面前失事掉入了大海。当被救援上来的时候，早已没了生命体征，而这成了顾南亭一辈子都无法愈合的伤痛。从此他与女友阴阳两隔，相见只能在梦里，拥抱只能在心里。这么多年他从未遗忘，又何谈放下？从那以后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，他都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人。可他偏偏遇到了一身反骨的程潇，让他中规中矩的生活掀起了一道道波澜。你没有经过机长的同意就参与核测试，驻外期间下海进行高危活动，对工作缺乏严谨的态度。这次对你做出停飞1周的处理，扣除本月薪金。本以为这件事儿就这样了结的时候，程潇却收到了2封投诉信，其中一封还来自头等舱白金卡用户。相信大家都了解白金卡的分量吧？乘客指名道姓程潇在工作中玩忽职守，尽管顾南亭说已经对程潇做出了处罚，但江部长却认为处罚太轻。这人处理事情的方式、方法还有态度都太不成熟了，这简直就是个不稳定的因素。最后决定直接将程潇调到地勤部磨练心性。这一决定让顾南亭明显一愣，因为从来没有飞行员被调到地勤去磨练的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行员呢。对于这种特殊的人才，自然要用特殊的方法。最终他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。会上顾南亭忍痛对程潇宣布，经公司上头决定，把你暂时派到地勤部学习。一听这个消息，程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接下来他又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呢？女人只是被白金卡用户投诉，就被领导从飞行员降级到地勤部学习。你说什么？派去地勤。回到家的程潇看着抽屉里写好的辞职信，陷入了沉思。他静静地坐了一晚上，心中也有了答案。隔天他早早就来到公司，将手中的辞职信丢进了领导办公室，随后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地离开。他以为他永远都不会为这个决定后悔，可刚出电梯就看到一群阳光帅气的空少对他笑脸相迎，他还是没忍住内心的委屈和不甘，就这样旁若无人地大哭起来。一句先苦后甜，我熬了1年又1年。可心里纵使有万般委屈，却不知与谁人说，也不知到底从什么时候起，对家人就开始报喜不报忧。所以程潇给素未谋面的房东发去了邮件，虽然他俩隔着窗户就能看见对方，但这么多年两人从未遇见，沟通也都是通过邮件联系，房租也是直接打到房东妈妈的账户，所以程潇并不知道房东竟然就是他的领导。而这也是程潇第一次跟房东倾诉私事，没想到地主家的好儿子竟然回复。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？非常棘手，所以我打算辞职了。程潇等了一会，以为对方不会再回复，毕竟现在大家都很忙，谁料对方发来的消息却让他瞬间湿了眼眶。人在脆弱的时候，一句暖心的话就能感动得稀里糊涂。他也向对方吐露了心里话。我的梦想马上就要破裂了，难道我还要继续消耗下去吗？房东想了想回复道，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，但我希望你未来回忆的时候不会后悔。这个选择他真的不会后悔。想当初他爸妈都是知名的大律师，可他偏偏放弃法学院，立志成为一名飞行员，因为这事儿还与妈妈反目成仇。如今他真的要因为一点委屈就放弃理想吗？谢谢你，我想清楚。随后他赶紧来到领导办公室，准备拿回那封辞职信。突然一双黑皮鞋映入了眼帘，他尴尬地爬了起来，谎称东西落里面。领导一脸疑惑，但还是打开了房门。
程潇立马捡起地上的信封就想要逃离。程潇，我跟地勤部门的人打过招呼，你先去报道，明天他们会安排专人带你。看着他小小的背影，不知承受了多大的委屈，顾南亭忍不住的心疼。可他只是个副部长，想要帮助他却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但程潇却以为这一切都是顾南亭搞的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顾南亭亲口承认，我程潇绝对有资格成为飞行员，成为机长。程潇第一天到地勤部上班就碰到了老爸。小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因为他原本是飞行员，却被降级当了地勤。在看见老爸的那一刻，委屈瞬间涌上心头，但他还是强忍眼泪，微笑着为旅客服务。事后他告诉老爸，这只是流动性学习，过2天就会回到飞行部。临走时，他嘱咐千万别告诉老妈他做地勤的事。可等他下班一回家，老妈就甩出一本机场地勤服务手册。还做地勤啊？这倒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。程潇压制了3秒。谁让你进我房间？我是你妈妈，难道现在我连进你房间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老爸一看情况不对，赶紧出来当和事佬，还告诉妻子这只是学习交流。那你作为一个法官，为什么不跟狱警去学习交流一下呢？见这招行不通，老爸只能说潇潇都快30岁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应该由他自己决定。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你当初纵容他、支持他，那现在事情至于发展成这个样子吗？随后老妈又转头让程潇赶紧辞职，跟他回去准备司法考试当律师。不，你想都别想，我不会辞职的，你别想控制我，我以后也不会叫人控制我。还有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进我的房间。老妈却说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，我很好，不用你为我。你怎么天天的就想着跟我作对啊？你多大了？是不是应该成熟一些了？你也知道我现在很大了，不用你管，不用你来控制我，我有自己的思想。老妈被程潇气得嘴巴颤抖，头昏眼花。老爸见状赶紧去拿降压药。程潇其实也不想跟老妈吵架，可从小到大这种木偶式的生活他受够了。当年高考志愿他唯一填写的就是飞行技术专业，可却收到了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改我的志愿？上法学院才是你最佳的选择。亏你还是个律师，你这是侵犯我的人身权益，我不喜欢。可无奈的他还是去上了老妈喜欢的法学院，直到老爸偷偷拿来了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他才如愿转学成为了一名飞行员。而老妈却是一直在等着看他的笑话。这么多年他一直跟老妈不对付，每次见面说不了几句话就会红脸，可每次吵完架后他又很后悔自责。恰巧这时领导顾南亭撞到了枪口上，程潇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并将他加入了黑名单。因为他以为成为地勤员都是顾南亭故意刁难，直到机修部的倪总告诉他，你还真把南亭当成你的假想敌了。他不配。其实让你去地勤，不是他主意，是江部长的意思。程潇明显一愣，也才知道冤枉了顾南亭。谁冷静一点？别冷静一下吧！你干嘛？你还想打我？而这一切都是女人咎由自取。原来就在刚刚，飞往广州的客机已经延误了快2小时，机场人性化的给旅客发放延误餐。都放饭了，这是不让我们走呀！面对旅客的询问，程潇只能说耐心等待。这飞机延误，你们怎么不报呢？对呀，为什么延误得告诉我们为什么，不然我们干等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不是？其实不是不报，而是他也没有接到飞机延误的具体原因。但刚刚他查看手机，发现途中有雷暴天气，所以他凭着猜测说出了延误原因。天气原因。胖子第一个不服，因为外面晴空万里，怎么可能是天气原因？而且目的地广州的天气也良好。天气原因分很多种情况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飞行航路上天气状况不适合飞行。我们刚刚查过了，航段上有雷雨区。胖子说：“天空那么大，绕着飞不就好了吗？天上那么多飞机都是有航路的，就像马路一样。另外，因为飞行安全和国防需要，民航的航路也是很受限的。”见争论不出个结果，两人也就悻悻地坐下了。可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两人再次站了起来。各位旅客，很抱歉的通知，前往广州的 X D8311次航班由于机械故障，短时间内无法就航，请您耐心等待进一步的通知。机械故障，不是天气原因吗？程潇见状赶紧上前解释，虽然是由于机械故障延误，但航行路上确实是有雷暴，但男人却觉得这一切都是狡辩，因为天气原因延误不用赔钱，而机械故障是要赔钱的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要4个小时延误以上才会安排休息场所或者是赔偿，还请你们耐心等待。可男人的耐心早就磨没了。我听你们胡扯，我都等不了。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别冷静一下吧。男人也是被自己的冲动吓坏了，被泼水的程潇愤怒地握紧了拳头。你干嘛？你还想打我？听到这话，程潇压制住了内心的怒意，随即拿出对讲机准备叫机场警察。男人见状想要去阻止，却被一旁的顾南亭紧紧拽住。放手！所有东西我都有记录，你刚刚做的什么全都录下来了。最后，男人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被带走，程潇也跟着一起去做笔录。看着程潇委屈的样子，顾南亭的心里不禁隐隐作痛，所以一下班就来到警局询问，却得知程潇做完笔录就走了。他着急地给程潇打去了电话，却发现正在通话中，但其实程潇并没有在通话中，只是将他加入了黑名单。因为此时的程潇正一个人静静地走在海边，
他想着，就算再大的委屈，在浩瀚的大海面前都不值一提。可这时天空却下起了大暴雨，他拿出手机给唯一的好友发去消息，希望能给他送把伞，听他说说委屈。谁料好友今晚要飞通宵。这辈子欠自己太多，如果可以重来过。公司花重金培养的女飞行员却被安排做了地勤，程潇把他所遭遇的不公全都怪到了副部长顾南亭的身上，但罪魁祸首却是另有他人。其实让你去地勤不是他主意，是江部长的意思。程潇一脸的不可置信，因为顾南亭从来没为自己反驳过。我认识他10几年了，他就这样，从来不做过多的解释。也就是这样，看似不近人情的顾南亭，却默默地为程潇做了很多。在程潇受欺负时，他挺身而出制止住了闹事的旅客；在程潇独自难过时，他丢下青梅竹马的小迷妹飞奔到了他的身旁，见他睡着，他又脱下外套轻轻地盖在他的身上。他从来没说过，也不认为对程潇产生了好感，但生活中的细节却深深出卖了他。他甚至亲自动手给他做了爱心早餐。当他满心欢喜准备送给他时，却看到程潇跟别的男人谈笑风生，那是和他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轻松笑容。虽然心里很失落，但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对他好。为了程潇的飞行梦，他找到江部长，想让他重回飞行部。既然已经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，你看是不是让程潇回到飞行部？这就让他回来，他才去了几天呢，到现在就让他回来，这是不是显得我们安排工作太不严肃了呀？我看起码让他待够1整个月。见江部长铁了心的整程潇，他甚至有了越级报告的想法。越级报告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最后朋友想到了一个绝佳的点子，让不可一世的江部长乖乖妥协。隔天，朋友陪同领导乘飞机去北京，而他也趁机提起了程潇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听说是江部长把他带到地勤部去。一个飞行员能到地勤部学什么？而当江部长到达登机口的时候，还不忘挖苦程潇。心态不错呀，那就继续在这儿好好学吧。好的，一定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。江部长还以为驯服了倔强的程潇在暗暗自喜，殊不知接下来的他却再也笑不出来，因为一上飞机他就被领导约谈。公司花重金培养的飞行员，不能随意派遣。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。就算江部长心里有100个不愿意，但也只能承诺过2天就让程潇回飞行部。这种感觉就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。而后面的顾南亭2人却喜不自禁。飞机还有5分钟就要起飞，可还有2名乘客迟迟没有登机。正当地勤准备通知机长减客的时候，一位老爷爷急匆匆地赶来，而这位老爷爷正是没登机的2人之一。我老伴找不着了，我们过了安检以后就一直往前走，走着走着，我一回头，老伴突然就不见了。他祈求让飞机再等1小会儿，就1小会儿。程潇虽然很想帮助老爷爷，可每架飞机都有预计起飞时间，一旦错过就会等待很久，还会导致航班延误。一旁的同事也跟着求情。但是我们不能因为1位乘客耽误所有人的时间，我们还是抓紧找机会改签吧。说完，程潇想着用广播帮助老爷爷尽快找人。放屁！我老伴儿他不知道这个名字。程潇从老人的神情中似乎猜到了什么，随即便询问老奶奶今天的穿着。一旁的顾南亭看了看老爷爷手机里的照片，也加入到找人的队伍中。他们找遍了候机厅、洗手间、休息室，都不见老奶奶踪影。突然，洒落一地的葡萄引起了顾南亭的注意，他着急地四处张望，终于发现了身穿紫色衣服的老奶奶。阿姨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都不认识你。你就是我的满满，我真不是。见顾南亭过来，男子这才得以脱身去赶航班，而男子的离去却让老奶奶慌了神。他就是我的儿子，他就是我儿子，我妈妈呢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帮我找，帮我把他牵回来。此时得到消息的老爷爷也赶了过来，老奶奶的情绪这才稍微缓和了一些。可看到葡萄，他又激动了起来。爷爷说葡萄坏了不能要了。咱俩7点老奶过生日啊！对呀，我儿子爱吃葡萄，我要给他带着的。程潇只觉着这么大年纪还为儿子操心，真是一对苦命的老人。可老爷爷却忍不住抹起了眼泪。程潇上前安慰说，给儿子过生日应该开心才对。什么生日啊？17。而他们唯一的儿子在18岁独自去深圳打工，却因一次意外煤气中毒身亡。儿子的突然离世让老奶奶几近崩溃。有人说亲人的离世不是一时的暴风雨，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。20年来，老奶奶一直深受丧子之痛的折磨。60岁的年纪却已是满头银发，可这2年老奶奶神志越来越不清楚，她甚至都不记得自己的名字，可却从来没忘记儿子的一切。这次也是准备去深圳给儿子过生日，可是深圳却没有一个人或是一个地方能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。而老爷爷却把一切说得云淡风轻，但他的心里却是比任何一个人都要难受。随后顾南亭带着他们去改签，还贴心的给老奶奶重新买了一筐葡萄。
老爷爷不好意思拿出一盒葡萄和100块钱，可顾南亭说什么都不愿意收钱。我儿子要是还在的话，也有你赔给他。他顿时愣住了，因为他从小便失去了父亲，如果父亲还在，是不是也如老爷爷这般慈祥？随后，他将葡萄送给了程潇，说是老爷爷的心意。程潇吃着葡萄，却想到了年迈的父母。虽然他跟老妈一见面就吵架，但他还是给爸爸打去了电话。我请你吃饭，交账吗？你妈也给你了。我们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饭了，一起吧。本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，谁料一通电话却让他再次跌入深渊。女人刚买的房子却被别人挂牌出售。我什么时候挂牌出售了？是你母亲来我们公司挂牌的。程潇只觉得怒火直冲天灵盖，他怒气冲冲跑回家就质问老妈：“谁让你买我房子了？”谁知老妈却镇定自若：“我那房子是我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挣的，里边没有你1分钱，你凭什么把房子拿去挂牌啊？就凭我是你妈呀！”程潇说：“就算是亲妈也没权利动子女名下的财产。”我可以告你的。好啊，你去告啊！青岛那么大的房子你不住，你非要在这儿买这个又破又小的房子，我跟你说，赶紧给我卖掉，跟我回去。可他之所以买房子，就是为了远离青岛，远离老妈。就算在外面乞讨流浪，也绝不会回青岛。这么多年，他已经受够了老妈的强势和不讲理。小的时候就被逼着上着各种兴趣班、补习班，为了所谓的面子，完全不顾及他的感受。现在他都30岁了，可老妈还是一如既往的想要操控他。但这一次他想要一杠到底，吃瘪的老妈只能对着老爸发脾气。我在火车站等着你，你要不来的话，你就跟他一样啊，这辈子都别回青岛了。父亲左右为难，最后他还是收拾起了行囊。临走时，他安慰潇潇：“今天爸爸要替妈妈向你道歉，不敢乱翻你的东西。”对不起妈。本来今天程潇准备请一家人出去吃饭的，可现在又弄成这副局面，心里的愧疚和无力感袭满全身。好在他还有温暖的老爸。你一个人在这边一定要好好啊！没有什么事你自己扛着，可以告诉爸爸。听着爸爸暖心的话语，他努力地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，可心里的伤却需要慢慢愈合。低落的心情也让他味同嚼蜡。好在这时顾南亭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：“我是来通知你，你可以回飞行部。”真的吗？这个消息让郁闷的他瞬间满血复活。下班回到家就拿出尘封已久的飞行员衣服，随后小心翼翼地别上徽章。做完这一切，他跟老爸分享他的快乐。我已经被调回飞行部了。太好了，恭喜啊，女儿！谢谢爸。接着又发了一个红包，说是老妈给的。程潇知道这一定是爸爸在骗他，但他还是收下了红包，却始终没打出妈妈2个字。隔天重回飞行部的程潇又意气风发。之前你不看好我，我偏要做到最好。现在你看好我，我要做到更好。正当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顾南亭却遇到了大麻烦。老头突然偶遇漂亮女同事，声称自己学了个新花样，想在美女面前露一手，而女人也喜闻乐见。只见深蓝色液体被缓缓倒入锥形杯中，随后利用8匙让浅蓝色液体沿杯壁流入，最后是奶白色液体加入。点睛之笔还得是这精致的装饰物，而这经过杯壁下流法调制出来的饮品美轮美奂，好好看啊，我都舍不得喝了。它叫什么名字？老头说还未取名，想让第一个喝它的人命名。程潇受宠若惊，随后仔细端详。深蓝象征陆航，蓝白色象征天空，要不叫向风而行？好名字。而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品尝它。突然，顾南亭也来到了这家店，见他俩有事要聊，程潇识趣的买单走了。可直到顾南亭出来，他都没有打到车。这个地方我不太好打车，我骗你是小狗。走吧。就这样，程潇第一次蹭到了领导的专车，看着顾南亭帅气的侧颜，他瞬间觉得气氛有些尴尬。空调23度，跟你每次在驾驶舱时的温度一样的。顾南亭说他作为机长要随时保持状态。我最近发现你有一点点可爱。突然的夸奖让他不自觉地紧张起来。柔的可爱。无聊的程潇关掉空调，打开了车窗。空调员，所有地球上的生物都是需要新鲜空气的。曾经在幽幽暗暗、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、从从容容才是真。本以为上次同乘一辆车拉近了彼此的距离，谁料顾南亭却看都不看他一眼，他只能主动坐到他对面，还贴心的拿出下饭神器请他品尝。而程潇也趁机询问什么时候才能重回副驾驶。可以做好准备。真的吗？那再飞30个小时，我就可以申请副驾考核了。你还差28小时。我的事儿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哎。
顾南婷只能解释这是他作为领导该掌握的。程潇看出了他的窘迫，随后又故意发难。我记得你说过，我最好的一次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。怎么，有没有安慰到？程潇却在一旁乐开了花，随后拿出了飞行笔记，而顾南婷查阅后也第一次夸奖了他。不错，执行力很强，不要自满。这男人总是这样扫兴，但程潇对他的笔记可是信心满满。顾南婷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还是认可的。2周后，程潇迎来了他的大日子，却成了顾南婷人生中最窘迫的经历。女人满心期待地盯着男人，因为接下来男人要亲手给她戴上徽章，可由于是在尴尬的位置，男人只好让她自己戴上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是你戴，为什么我要自己戴？说完还将小手背到了后面。我也是尽职的执行人，这段荣誉我为什么不要？顾南婷心里虽然不是很乐意，但转念一想，确实也有些道理。可当他伸出食指时，却迟疑了。自从女友离世之后，他还是第一次跟女生这么近的距离，耳朵也跟着不自觉地发烫。但他还是小心翼翼、颤颤巍巍地撩起了衣服。看着顾南婷既紧张害怕又害羞无助的样子，程潇心里止不住的。这边有点紧啊。自知被下属们看了笑话，顾南婷也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终于将徽章别在了程潇的衣服上。这种感觉简直比第一次开飞机还要紧张，而他那帅气的脸庞也早已变得通红。但程潇却还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。晚上临睡前，他又给顾南婷发了一张偷拍的黑料。没删照片。顾小媛的黑料怎么能轻易删呢？本以为他不会再回复，可对方正在输入的提示又让程潇有些期待。谁料顾南婷还是那个不解风情的顾南婷。明天落地的机场特点预习过后，飞行复述一遍。程潇失望地放下手机，关灯睡觉。此时的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情网，隔天甚至还和闺蜜聊起了顾南婷的八卦。你说像你这种年纪轻的姑娘，拿下顾南婷迟早的事吧？我觉得也是。再说了，虽然我参谋过，得了吧，别耽误人家就不错。可顾南婷对程潇却与众不同。在飞机起飞前，程潇想要记录下他重回副驾驶的开心时刻，没想到顾南婷破天荒地给了他10秒。这要是放在以前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，甚至还主动提出要帮忙拍照。耶！我是谁？看着顾南婷潇洒离去的背影，程潇突然觉得这个男人其实也没那么不近人情。而接下来飞机上发生的事儿，让俩人的关系又近了一步。